如果你超过50岁，并且想在80岁后保持独立，今天我将给你一个计划，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。我叫威尔·哈罗，专注于帮助50岁以上的人群。为了恢复力量并保持独立性，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详细揭示人们失去独立的5个主要原因，并为你提供每个原因的有效解决锻炼。以下是随着年龄增长失去独立的5个主要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股四头肌虚弱。股四头肌是膝盖上方的肌肉，它们保持膝盖直立，防止膝盖塌陷，同时在下台阶时也像刹车一样起作用。或者在下坡时，如果股四头肌不强壮，就没有保护膝盖的力量，而虚弱的股四头肌是跌倒的主要原因。第二个导致失去独立的主要原因是背部或膝盖疼痛。这2个部位的疼痛可能会非常严重。长期遭受慢性膝盖或背部疼痛的人，往往发现他们的活动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恶化。第3个导致失去独立的原因是小腿肌肉虚弱。小腿肌肉负责你行走时大约70%的向前推进力，当它们变得虚弱时，走路速度会明显减慢，这实际上会降低身体的稳定性。缓慢的行走速度实际上是50岁以上人群健康状况不佳的最大预测因素之一。导致失去独立的第4个原因是关节僵硬逐渐增加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都会有一些关节僵硬，但如果不加以控制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恶化，这会导致活动能力迅速下降。第5个导致失去独立的原因是失去平衡。如果你不信任自己的双脚，就无法在活动时保持自信，这可能导致人们逐渐退缩，不再进行任何活动。仅仅这种恐惧就可能导致失去独立性，更不用说摔倒后可能造成的伤害。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影响独立性的重大威胁。但好消息是，如果及早发现，它们都是可以解决的。今天，我将向你详细展示一个锻炼计划，针对我们刚刚讨论的5个原因提供有效锻炼。不过，在展示锻炼之前，我需要让你知道这些锻炼并不适合每个人，避免任何让你感到疼痛的动作。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大腿前侧肌肉虚弱。大腿前侧肌肉虚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，因为这会让你在基本的所有活动中都不安全。但我现在要向你展示一个锻炼，可以帮助改善大腿前侧肌肉虚弱，增强它们的力量，甚至可能增加你腿部的肌肉量。这个锻炼非常简单，实际上是2个锻炼的组合。我们需要这样设置自己，最好是在床上或沙发上，腿部伸展在前，背部靠在某个地方。你需要一个枕头，然后把这个枕头对折，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在你的膝盖下。你要在起始位置保持膝盖微弯。现在这个练习的第一部分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伸直膝盖，抬起脚跟，然后将腿压入枕头，就像你想要压扁那个枕头一样。现在，如果你做的正确，你应该能感觉到大腿前侧的肌肉开始收缩，它已经被唤醒，正在工作，你正在激活这些肌肉纤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，一旦处于这个位置，不再向下压，而是抬起腿离开枕头，然后放回去放松，这就是动作。我会给你演示整个过程。所以我们要收缩肌肉并向下压，同时抬起脚跟，压扁柔软的枕头，然后再抬起再放下。这个小小的抬起动作有效地激活了你大腿上部的一个重要肌肉，叫做股直肌。这是保持你的臀部和膝盖强壮的重要肌肉群。当我们这样抬起时，基本上就是在激活更多的肌肉纤维，让我们变得更强壮。所以是收缩，向下压，然后抬起，再放下。我建议一次做10到15次，并尽量每天多做几次，这样做的效果确实更好，分散在一天中的小段时间内。这就是第一个练习。我们来看看第2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导致人们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失去独立性的第2个原因是慢性背痛和膝盖疼痛。虽然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话题，但我有一个我经常推荐的练习，现在就给你展示一下。在此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历程，并希望获得更多帮助你保持强壮和独立的内容，
最好的办法就是报名参加我的终身灵活性计划，里面有很多你可以在家跟着做的历程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中找到详细信息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练习。这个练习叫做改良隔离式，我们将侧躺在一边。我会给你展示这个练习，然后解释它的好处。首先，我们在这个姿势下，将头放在手中以支撑它，然后把下腿伸直，直到完全伸直。上腿的脚勾住下膝，让膝盖自然地向身体另一侧下落。用上手放在床上以稳定身体，身体向前倾，这就是你的起始位置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抬起上膝，朝天花板方向抬起，注意不要向后翻。当你达到极限时，停止，然后完全回落。这个练习可以有效增强这里的臀中肌，这是一块非常重要的肌肉，能有效防止膝盖和下背部的疼痛。当你的臀部无力时，大腿会向内卷曲，这会给膝盖带来压力，同时我们对骨盆也没有控制力，因此下背部肌肉必须代偿，这可能导致很多背痛。虽然我不推荐给每个有膝盖和背痛的人，但这个练习是我常开的推荐之一，所以我在视频里提到它。你要做的是继续练习，直到这里的肌肉开始感到酸痛，然后你停止，再做另一侧，每天几次，直到问题解决。这是解决问题的绝妙方法，增强臀部肌肉对身体有益，尽管可能无法缓解膝盖或背部疼痛，在1周内经常回来做这个练习，它会对你的独立性产生巨大影响。我今天为你精心准备的第3个练习是解决我们之前讨论的腿肚无力问题，因为如果你的腿肚无力，你的走路能力几乎肯定会很差。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做台阶跟点，所以这个练习只需要你的底部台阶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练习比在平地上做跟点要好得多，我们获得的活动范围几乎是2倍，这一点稍后会说明其重要性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最低的台阶上调整好脚，理想情况下要有东西可以抓住，确保双脚的前部在台阶上，脚后跟悬挂在台阶的边缘。现在尽量放松你的腿，让脚后跟进一步下沉，朝向地面。如果你让它们下沉的足够深，你应该能感觉到小腿后侧有些拉伸，这就是这个姿势的众多好处。你在增强力量的同时，也会有效改善柔韧性。一旦你处于这个正确的姿势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简单的向上推约4/3，然后缓慢地让脚后跟回到起始位置，找到拉伸的感觉，然后再抬起，这就是你要保持的节奏。大约4秒下去，底部稍作停顿，拉伸一下，然后2秒钟向上，1、2、3、4，底部1、2，然后1、2向上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的腓肠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肌肉，它们能承受极大的压力。因为如果你每天走1万步，想象一下它们需要收缩多少次，这意味着它们需要收缩1万次来支持你走这些步数，更不用说你一天中做其他事情时它们也在工作，所以它们真的能承受很大的压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做10次通常不够，除非你使用相当重的重量。所以我建议大多数人做15到30次。但如果你能连续做超过30个而不感到小腿酸痛，你需要让这个动作变得更困难。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哑铃或装满书的包背在身上。如果你有哑铃，可以用手握住，然后像这样重复。再次让你的脚跟悬挂在边缘，脚放在台阶上，然后向上1230次，再回到下方。理论上，你可以通过增加手中物品的重量来不断增加这个动作的难度。但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尤其是如果你的小腿非常强壮，你可能找不到足够重的东西，所以你需要用其他方式增加难度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单腿重复这个动作。你可以选择带重物或不带重物，但这样会显著增加动作的难度。所以我在等待拉伸，尽量向上抬高小腿，然后慢慢回到下方。这就是我在健身房锻炼小腿时经常做的事情。
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个阶段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双脚站立而不带重物就足够了。但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需要挑战你的小腿，必须足够困难，让你感受到它在工作。所以在15到30次之间，建议你每周进行3次小腿训练，做3组，足以增强你的小腿力量，避免失去独立性的最大损失之一。顺便说一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帮我一个大忙，点击订阅按钮，你将第一个看到新视频，这对频道很有帮助。如果你这样做，非常感谢你。我们希望解决的第4个问题是关节活动能力的丧失，特别是在髋关节方面，还有膝盖。你知道吗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变得僵硬和虚弱其实是一个神话。如果我们对抗这种现象，还有很多方法可以逆转这些变化，而这个练习就是其中之一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活动，下面是它的做法。你可以躺在床上，完全没问题，舒适的躺着，靠着枕头。我们将练习每条腿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伸直这条腿。你可以将膝盖缓缓压向床垫，以获得最后一点舒展，然后像这样将腿抬起，脚跟滑向底部，直到膝盖无法再继续移动。然后你要缓缓抬起双腿，双手轻轻抱住胸口，直到感觉到肌肉僵硬，然后再放下，重复这个动作。通过这样做，我们让髋关节和膝盖经历完整而有效的屈伸运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将增加你可用的运动范围。你需要膝盖伸展才能走路，需要膝盖屈曲才能上下楼梯和骑自行车，还需要髋关节屈曲来进行任何蹲下的动作，包括方便的进出汽车或浴缸。这些运动非常重要。通过这个详细的多步骤练习，你可以有效恢复所有这些重要能力。我建议你可以多次小量练习。如果你连续做10次，可以尝试早上、午餐时和晚上。经过几周的练习，会对你的灵活性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今天我给你准备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练习，是为了帮助你保持独立，解决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的平衡感。我们称这个练习为走钢丝。如果你想改善平衡，大多数人会直接想到单腿站立。其实有更好的方法来改善平衡，就是现在这个练习。让我给你演示一下，然后我会解释它是如何工作的。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旁边要有可以扶着的东西，以防你开始摇晃或失去平衡。想象一下，你面前有一根细长的走钢丝，它是从你面前延伸出去的。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，你要脚跟对脚尖，沿着那根钢丝走。如果你像我一样，地板是复合地板，这个练习会非常有效。你可以慢慢沿着复合地板的一条线走，假装那是你的钢丝，尽量缓慢进行，确保脚跟稳稳对齐脚尖。脚跟到脚尖，走得非常缓慢，尽量慢一些。因为做这个练习就像骑自行车一样，如果你曾试着慢慢的骑自行车，你会发现这比快速骑行要困难得多。如果你试图跟上旁边走的人，你会摇摇晃晃，这和这个练习完全一样。如果你仔细想想，我们的双脚就像自行车的轮子一样，非常狭窄，完美对齐，缩小了支撑面。这实际上是在挑战你的重力感知能力，这比单腿站立的训练效果更好，因为单腿站立只挑战你的静态平衡能力，而这个训练则更加全面地挑战你的动态平衡。大多数跌倒都是在你移动时发生的，而不是在你静止时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要在你静止时练习平衡呢？所以，在这个练习中，我建议每天重复1到2分钟，可能1天1次或2次，尽量每天做。你将解决影响你独立性的最后威胁。这样，你可以在80岁及以后保持独立和灵活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非常有用。如果有用，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屏幕上现在有一个视频，里面有更多帮助你保持独立的练习，这是我的首要任务，所以请享受这个。如果你点击的，我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再次与你交谈。